今天我要给你们打开一扇门，炒股的秘密之门。不管你是手握几十万的小散户，还是刚入市的小萌新，这期视频都会让你大呼过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准备了30条炒股金句，每一条都是我在市场里用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，绝对干货满满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100万资金能在牛市翻倍，或者每天看 K 线就像破解主力密码一样轻松，那会是什么感觉？别急，今天的内容会让你从炒股小白变成游戏玩家，甚至还能在评论区跟大家炫耀你的战绩。接下来的视频信息量爆炸，所以请准备好小本本，点个赞，我们马上开始。1. 小资金翻倍。牛市是你的提款机。假如你手里的资金在100万以下，别觉得自己是小虾米就不敢玩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抓住每年一波牛市行情，翻倍真的不难。想想看，2020年疫情后的反弹，医药股、科技股随便挑一只，收益率轻松50%往上走。比如那会儿的某疫苗股，从20元涨到60元，3个月翻3倍，小散户10万本金直接变30万，够不够刺激？关键是怎么抓？别傻乎乎等牛市喊得满大街都是才冲进去，那时候主力早吃饱了。你得提前布局，看准行业风口，盯着 K 线和成交量这些侦探线索。我有个朋友2015年牛市前拿50万梭哈了一只券商股，结果1年赚了120万，直接提了辆车。小资金的优势是灵活，像只兔子，牛市一来蹦2下，账户就红了。2. 每天盯 K 线，和主力心跳同步。新手常问，怎么才能跟上主力的节奏？答案简单到爆，每天花10分钟看一遍 K 线图。这就像跟主力聊微信，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跟他们的波动心跳同步。比如日 K 线放量上涨，往往是主力偷偷建仓，连续阴线砸盘，可能只是吓唬散户的小伎俩。我有个粉丝小李，每天睡前看半小时 K 线，3个月后，他从一团乱麻的线条里看出门道。去年新能源车行情启动，他看准放量突破，10万本金赚了30%，直接请我喝了顿大餐。K 线不是死的，是活的，像主力留下的犯罪现场，你得学会破案。从今天起，你愿意每天花点时间练练眼吗？7天后回来告诉我，你发现了什么信号？我敢打赌，坚持1个月，你的炒股直觉会吓到自己。3. 利好来了，别急着跑。遇到重大利好，比如政策扶持、业绩暴增，第一反应是赶紧卖吗？慢着，当天不出，第2天高开卖，可能赚更多。举个例子，去年某光伏股中标大单，当天涨8%，我没动，第2天高开15%才出手，多赚了1倍利润，爽不爽？但这招有风险，高开后主力可能拉高出货，把散户套在山顶，所以你得看分时图和成交量判断意图。如果量能跟不上，或者白黄线拉开太大，赶紧跑，别犹豫。我有个朋友就吃过亏，利好当天没卖，第2天高开追进去，结果被套2月才解套。我的建议是三思而后行，别被情绪冲昏头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利好卖早或者卖晚的经历？评论区聊聊，我们复盘一下，看看下次怎么赚得更聪明。4. 一只股票1年赚够。炒股不一定追热点，每年专注搞好一只股票，收益照样可观。比如贵州茅台这种长牛股，每年找个低点买，高点卖，10%至20%到手不香吗？我认识个老股民，10年只炒一只银行股，年化收益率15%，硬是靠这招买了套房。关键是怎么做？得研究透这支票，基本面扎实吗？主力爱怎么玩？年报数据有没有水分？就像谈恋爱，了解越深越稳当。我去年挑了只消费股，低位建仓，高位减仓，
年底算账赚了18%，比满市场乱跑强多了。5节前清仓，喝茶看戏。重大节日，比如国庆、春节前1周左右，你得调整筹码，甚至清空股票。为什么？节前主力爱砸盘，散户也怕长假有变数，市场波动大。去年春节前，我清仓了一只科技股，节后开盘跌了12%，我在家喝茶笑得合不拢嘴。清仓不是认怂，是策略。节后低点再捡回来，既安全又省心。我有个朋友没听劝，去年国庆前死拿一只医药股，结果节后大跌15%，哭都来不及。你学会这招，过节还能睡个好觉。6大阴线跌破支撑，清仓不手软。日线图上，如果出现一根大阴线，直接跌破支撑位，别管第二天反弹还是收十字星，果断清仓。这是主力出货的信号，留下来就是等挨刀。比如去年某地产股，大阴线破位后，第二天反弹3%，不少人以为稳了，结果1周后跌20%，血亏。我有个铁律，破位就跑，绝不心存侥幸。去年我清了一支票，第二天果然继续跳水，保住了本金不说，还低位接了回来，赚了个来回差价。清仓不是认输，是保命技能。七股市无尽头，别太贪心。股市的钱是赚不完的，太贪心只会把自己套进去。我有个朋友，去年一支票赚了50%，还想再翻倍，结果追高被套，半年解不了套，眼泪都流干了。炒股就像吃饭，吃饱就行，别撑死。赚到预期收益就跑，别盯着天花板幻想。我的习惯是设个目标，比如20%就撤，落袋为安。股市是马拉松，不是100米冲刺，稳一点才能笑到最后。8. 底部放量，机会敲门。底部放量的股票绝对不能忽视，这往往是主力吸筹的信号。比如某新能源股，去年底连续横盘，某天突然放量拉升，之后3个月涨了80%，抓到的人都笑疯了。放量意味着资金入场，底部确认意味着风险低，你得学会盯着成交量看，别错过这种起飞前兆。我有个习惯，每天复盘时专门找放量票，去年靠这招抓到一只芯片股，赚了35%。9. 中线滚动，稳赚不赔。中线操作的精髓是什么？手里留点现金，逢高卖一部分，逢低买回来，滚动操作。我去年炒一只消费股，高点卖20%，低点补回来，半年收益率比死拿高了10%，稳得一批。这一招的核心是耐心和节奏感，别一把梭哈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比如某只白酒股，去年震荡行情，我滚动操作3次，净赚25%，比追涨杀跌香多了。你得学会跳舞，踩准市场节拍。10看图的功力，亏钱都难。光会看图不算本事，能从图里读出10个以上信息，那才叫功力。比如这根阳线，你能看出什么？成交量放大是建仓还是出货？换手率高是散户乱跑还是主力换手？涨幅速度快是又多还是真拉升？均线位置、支撑压力、主力的意图，每一条都能讲出故事。达到这种水平，想亏钱都难。我有个粉丝练了半年 K 线分析，从散户变成小主力，今年收益率40%，直接给我发了红包感谢。看图不是死记硬背，是培养第六感。比如去年某医药股，我从 K 线看出主力洗盘，低位加仓，2个月赚了50%。11.
不冲高不卖，不跳水不买。短线操作有句铁律，不冲高不卖，不跳水不买。什么意思？股价没到顶，别急着跑，没跌到位，别忙着接盘。比如某只科技股，上午冲高 10%， 你以为到顶卖了，结果下午涨停，白白少赚 10%。 反过来，跳水没到底就抄底，十有八九被套。我去年严格按着招炒一只新能源股，分时图冲高放量，我等了个顶点卖，赚了 25%。 跳水时等到恐慌盘杀完，低位接回，又赚一波差价。这一招的核心是耐心，别被一时的涨跌晃了眼。有个粉丝跟我说，他老是卖早买早，结果赚的都吐回去。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评论区说出来，我们复盘一下，下次赚得更准。12. 短线3要素：量、换手、速度。短线操作最该看什么？成交量、换手率和上涨速度，这三兄弟缺一不可。成交量大说明资金活跃，换手率高说明筹码流动快，上涨速度快说明主力有野心。比如某只半导体股，去年某天成交量翻倍，换手率 15%， 2天涨 30%， 抓到的人都乐疯了。我有个习惯，每天复盘时盯着这3指标找票。去年一只医药股，量增换手高，涨速像火箭，我果断追进去，3天赚了 20%。 但小心，量没跟上，换手低，涨得慢的票多半是陷阱。13. 筑底阶段介入，最稳健的选择。炒股想稳，那就在股票筑底时介入。筑底意味着下跌动能耗尽，主力开始悄悄吸筹。比如某只消费股，去年横盘2月，每天小阴小阳磨人，突然放量突破，我低位建仓，3个月赚了 40%。 筑底票的好处是风险低，主力还没拉高，你有时间布局。我有个朋友专挑这种票，去年抓了只白酒股，底部横盘后涨了 60%， 他说这比追高舒服多了。关键是看量价配合，底部放量是信号。14. 下跌慢反弹慢，下跌快反弹快。股市有条规律，下跌趋缓，反弹也缓，下跌加速，反弹也速。比如某只地产股，去年慢跌1个月，跌了 15%， 反弹却用了2月才回 10%， 磨死人。反过来，某新能源股暴跌 20%， 3天就反弹 15%， 快得像坐火箭。这背后是主力情绪，慢跌是耐心洗盘，快跌是恐慌杀盘。我去年抓了只快跌票，低位接盘，3天赚了 18%， 爽到飞起。记住，下跌节奏能帮你判断反弹空间。15K 线叠加，主力现行。想知道股票有没有主力？把大盘和个股的 K 线图叠起来，或者详细对比一下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比如大盘跌 5%， 某支票逆势涨 3%， 八成有主力护盘。去年某医药股，大盘跳水它去横盘，我果断建仓，后来涨了 50%。 我有个小技巧，每天复盘时把个股和大盘走势对比，独立行情的票往往有戏。你得练出这种火眼金睛，主力藏不住。16. 追涨才是王道。买入正在快速上涨的股票才是短线最正确的选择。为什么？涨得快说明主力有决心，趋势强说明散户跟风多。比如某只 AR 股，去年连续3天涨停，我第2天追进去，波段赚了 30%。 但追涨的有技巧，看分时图放量确认，别追到假拉升。我有个朋友追涨没看量，结果套在山顶，亏了 15%。 我的原则是量价齐升才动手。17. 底部放量突破，财运敲门。当你看到股票长期横盘后，底部放量向上突破缺口，哪怕缺口只有1分钱，你的财运就来了。这是主力拉升的起跑线。比如某只芯片股，去年横盘3月，
突然放量突破，我果断买入，2月赚了 70%。缺口是趋势的起点，放量是资金的后生。18. 认错止损，生存第一。炒股最大的本事是什么？敢于承认错误，及时止损。这比今天赚多少都重要。比如某支票跌了 10%， 你不舍得割，结果跌 30%， 心态崩了。我去年买了只医药股，跌破支撑我果断止损，亏了 5%， 后来它又跌 20%， 我保住了大半本金。止损是生存的根本，别幻想反弹救你。我有个朋友死扛一支票，亏了 50%， 最后割肉哭晕。你得学会断舍离。19. 一招鲜，吃遍天。炒股不用18般武艺，只要一种方法用精就够了。不管是看 K 线、追热点还是做长线，把一招练到极致，比什么都强。我有个朋友专攻短线放量突破，5年赚了 300%， 他说熟能生巧。我自己靠分时图出货练了3年，成功率 90% 以上。你得找到自己的绝活，用透用绝，别花心，方法多反而乱。20. 分时图拉高，出货好时机。分时图里，白黄线距离突然垂直拉高，就是短线出货的最佳机会。为什么？这是主力拉高又多的信号，你一定能再补回来。我用这招，成功率 95% 以上。比如去年某只科技股，白黄线拉开，我果断卖出，赚了 15%， 第二天低位接回，又赚 10%。 这招的关键是快，犹豫就错过。我有个粉丝学会后3天赚了 20%， 直呼神迹。21 15分钟 K 线，短线利器。做短线一定要看15分钟 K 线图，用 KDJ 找买卖点，用 OBV 看主力意图。比如 KDJ 金叉，我低位买入一支票，当天赚了 8%， OBV 上升，确认主力拉升，我持仓多赚 10%。 我有个习惯，每天盯着15分钟 K 线找机会，去年靠这招抓了只新能源股，波段赚了 25%。 这俩指标简单又好用，新手也能上手。22. 洗盘还是出货？量是关键。洗盘和出货咋区分？看量，缩量是洗盘，增量是出货。比如某支票下跌缩量，反弹时放量，是主力洗散户；下跌增量，说明主力跑路。去年我靠这招躲过一支票的大跌，保住本金。有个朋友没看量，以为洗盘加仓，结果主力出货，亏了 20%。 量是主力的脚印，学会看就稳了。23. 风险提示，强势股不怕。强势上攻的个股出了风险提示公告，短线别慌，这可能是缩量震仓，至少还有新高可期。比如某只 AR 股，去年公告风险，股价回调 5%， 我加仓，1个月后新高赚了 40%。 关键是看趋势和量，强势股底气足。我有个粉丝靠这招抓了只科技股，赚了 30%。 别被公告吓跑，机会藏在恐慌里。24. ST 摘帽，丑小鸭变天鹅。短线可在 ST 股摘帽前介入，丑小鸭变白天鹅，怎么也得扑腾几下。比如某只 ST 股，去年摘帽前横盘，我低位买入，摘帽后涨了 50%， 爽翻了。这招要胆大心细，看准业绩扭亏。我有个朋友专炒 ST 摘帽，年收益超 100%， 你得坚信它会飞起来。25. 新股首日中线套利。新股上市第一天开盘价不高，换手率不低，往往有中线套利机会。比如某只新股，去年首日换手 70%， 我建仓3个月赚了 60%。 高换手说明资金看好，低定价留足空间。我有个习惯，首日盯着换手率挑票，
成功率80%。你得学会抓这种潜力股。26. 长线3线稳如泰山。想做长线，把均线设成60、120、253条就够了。这3线多头排列的票稳得像泰山。比如某只银行股3线金叉，我持仓2年赚了80%，还有业绩撑腰更香。我有个朋友靠这招拿了只消费股，年化15%，睡着都能赚钱。长线不求快，求稳。27. 追龙头，波段50%不是梦。有技巧有胆量，就在大盘放量上行时追龙头股的第一个涨停。波段50%不是梦。比如去年某新能源龙头，第一个涨停我追进去，2月赚了55%。关键是大盘配合和量价齐升。我有个粉丝追龙头赚了40%，直呼刺激。你得快准狠，别怕高。你敢不敢追龙头？留言聊聊，我们找下一个50%。28. 高手提前跑，下跌前出货。真正的高手不会等股票明显进入下降通道才出货，而是更早跑路。比如某支票拉升后缩量，我提前卖了，赚了30%，后来果然大跌。高手靠的是预判，看量看趋势，你得比主力早一步。29. 规避风险，安全第一。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规避和防范风险，安全赚到的钱才是自己的。比如某支票高位放量，我果断减仓，躲过一波大跌，保住利润。我有个原则，风险第一，利润第二。你得学会防雷，别光想着赚。30. 心若冰清，炒股轻松。炒股做到心若冰清，涨跌不惊，你会发现原来这么轻松。去年我心态崩过，追高被套，后来学会淡定，看准信号操作，收益率翻倍。有个老股民跟我说，心态是最后的绝招，你得修炼到不慌不乱。好了，今天的30条炒股秘籍讲完了。从100万翻倍的牛市机会，到每天看 K 线的心跳同步，再到心若冰清的终极心态，每一条都是我在股市摔打出来的真金白银经验。你学会了什么？是追涨的胆量，还是止损的果断，还是找到了一只筑底的好票？不管你是短线快手、中线稳手还是长线老手，这些秘籍都能让你在股市这场游戏里玩得更溜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，炒股不是赌博，是技术和心态的较量。从今天起，拿起你的 K 线图，试试这些招数，1个月后回来告诉我。我敢打赌，只要你坚持练，炒股会变成你的提款机。喜欢这期视频吗？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聊更刺激的股市故事。你最爱哪条秘籍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进步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